Hello， 大家好。加拿大统计局报告称，9月份通胀率同比上涨 6.9%， 高于经济学家预测的 6.7%。虽然汽油价格下跌，但通胀仍强于预期，这会推动加拿大央行继续积极加息。目前市场预计加拿大央行下周将加息75个基点，使基准利率达到 4%， 这是自2008年初以来的最高水平。为了应对债券收益率飙升，商业银行也在继续提高固定利率。道明银行将5年固定利率上调至 5.59%， 枫叶银行上周将5年期固定利率上调至 5.69% 至 5.79%。现在借款人正在经历前所未有的利率冲击。在1981年的时候，加拿大利率上升了 3.7 倍，这次有可能高达17倍。抵押贷款利率越高，购买房屋的人就越少，房产市场正变得越来越冷。高价位房产市场下降尤其严重。第三季度，大多伦多地区售价在400万加元以上的房屋销量同比下降 42%， 售价在100万加元以上的房屋销售量同比下降 39%。温哥华地区超过400万加元的房屋销售量同比下降 51%， 售价超过100万加元的房屋销售量同比下降 37%。上周，皇家银行发布了题为《房产市场调整正在加拿大广泛蔓延》的报告。报告显示，加拿大房产市场的低迷还将持续更长时间。9月份的房产市场数据几乎没有任何接近底部的迹象，绝大多数市场的活动和价格都继续呈下降趋势。由于未来几个月可能会进一步加息，皇家银行预计未来一段时间，全国各地的房产市场都将会继续下降趋势。9月份房屋销售连续第7个月下降。爱德华王子岛、新斯科舍省和曼尼托巴省这3个省上个月的跌幅最大。在过去7个月里，跌幅最大的是 BC 省、安省和阿尔伯塔省。除阿尔伯塔省、萨省、纽芬兰和拉布拉多外，所有省份的房产市场活动现在都低于疫情前的水平。9月份，加拿大的房屋销量也是近10年来最差的，而且这种状态可能会持续更长时间。在过去的7个月里，加拿大的房价都出现了类似的下跌。综合房价指数9月份环比下降 1.4%， 目前较2月份的峰值下降 8.8%。 引领价格调整的是一些较小的房产市场，这些市场在疫情早期大幅升值，比如剑桥下跌了 20%， 基奇纳滑铁卢下跌了 18%， 布兰特福德下跌了 16%， 伦敦下跌了 16%， 汉密尔顿下跌 16%， BC 省的奇里瓦克下跌 13%， 弗雷泽谷下跌 11%。与此同时，更大的市场房价也大幅下跌。自2月份以来，多伦多房价指数下跌了 9.2%， 约合 11.8 万加元，仅上个月就跌了 1%， 这也是自2000年以来出现的第2大回调。现在已经非常接近2017至2019年的房产市场低迷时的回调。温哥华的房价指数自3月份以来已经下跌了 5.7%， 约合7万1000加元。皇家银行认为，鉴于目前房产负担能力严重恶化，市场回调还有很长的路要走，特别是温哥华的购房者面临全国最高的购房成本。在蒙特利尔，房价下跌是最近才出现的现象。蒙特利尔的房价指数在5月份达到顶峰，现在他们的市场回调正在加速。9月份也出现了迄今为止最大的跌幅，环比下跌了 1.7%。自2月份以来，下跌了 4.7%， 约合25600加元。大西洋地区的房价也正在下降。到目前为止，哈利法克斯经历了大西洋地区最剧烈的房价调整，房价指数在过去5个月下跌了 6.8%， 圣约翰紧随其后，3个月下跌了 6.4%。新不伦瑞克省的首府弗雷德里克顿下跌 2.6%， 蒙克顿下跌 2%。爱德华王子岛的房价上个月也首次超过了峰值。虽然纽芬兰和拉布拉多省的首府圣约翰斯是为数不多几个顶住房价下跌趋势的市场之一，但是这种情况不会持续太久。草原省的很多市场房价下跌都还算是适度，这主要反映出草原省的房价相对便宜，经济走强、移民复苏和省际移民增加。里贾纳的房价指数较4月份的峰值下跌了 1.6%， 萨斯卡通的房价指数9月份下跌了 0.6%， 是今年以来首次下跌。卡尔加里的房价指数上个月甚至还小幅上涨了 0.3%。 蒙克顿和温尼伯这2个城市的房产市场更加接近全国其他地区的市场趋势。蒙克顿的房价指数较峰值下跌了 5.3%， 温尼伯的房价指数较峰值下跌了 6%。
皇家银行预计到明年春季，全国基准价格将从峰值下跌14%，其中安省和 BC 省的房价降幅更大，下降16%。在房价快速下跌的时候，加拿大人却迎来了最大规模的房屋评估价格上涨。根据最新公布的房屋评估报告，蒙特利尔岛的房屋评估价上涨了32.4%，而且这还算是涨得比较少的区域，幅度比较大的区域涨幅接近50%。看来房产税大幅上涨已成定局。皇家银行认为，近期不断上涨的利率会导致负担能力恶化，并持续打压房价。随着未来几个月进一步加息，房产市场会比较安静。预计加拿大央行下周会将基准利率上调至4%。在这次加息之后，应该会看到6%的固定贷款利率，这会进一步阻止买家进入市场。皇家银行认为，尽管有些市场的下跌空间可能有限，但仍会看到房产需求进一步受到抑制。在 BC 省和安大略省很多地区，销售量已经跌至惨淡的水平，有可能很快会触底。我认为这种看法还是过于乐观，而且非常接近一些房产经纪的话术。要知道，现在阻止购房者进入市场的是负担能力问题，只要没有降息或者是其他提高负担能力的政策出台，负担能力就根本没法提高，市场也就无法升温。更何况美联储还在步步紧逼，现在美联储官员一致认为加息幅度不足的风险大于加息幅度过大的风险，所以加拿大央行丝毫不敢懈怠。这段时间看到一些高杠杆人群开始抗议央行加息，这说明他们已经认识到危机了。据统计，有40%的抵押贷款持有者将在2024年第一季度前续约，在这一阶段，利率大概率仍会维持在高位，因此房产市场将会面临严峻考验。在去年和今年房产市场最火爆的时候进入市场的很多购房者，由于贷款条件受限，选择了私人贷款机构的房屋贷款。这些贷款大多是1至2年期限，在今年和明年陆续面临续贷问题。前段时间由于面临房价暴跌的风险，很多私人信贷机构已经暂时停止信贷业务，即使有的机构没有停止信贷业务，续订利率也高得惊人。据说现在私贷续订起步利率都在10%左右，因此这些房主在续贷的时候会面临大的麻烦。海外买家禁令也有了进一步的消息，细则对工签和学签买房的要求极其苛刻。明年1月1日禁令生效后，短期内获得工签和学签的人根本不符合买房豁免的条件，因为学签要求在买房之前5年每一年都在加拿大报税，而且过去5年每年居住在加拿大超过275天。即使符合这2个条件，买房的金额也不能超过50万加元。虽然工签可以购买50万以上的房子，但豁免条件也非常严格。他要求在加拿大过去4年至少连续工作3年，同时在过去4年有3年报税记录。海外买家禁令最终的细则可能会在近期公布，持有工签和学签的朋友一定要密切关注。最近 CBC 记者假扮买家暗访发现，房屋贷款造假问题十分普遍。记者在看房过程中告诉房产经纪自己贷款条件不行，结果呢，有10个房产经纪中6个说可以帮忙搞定。为此，加拿大银行监管机构表示，随着进入金融稳定风险不断增加的时期，金融机构将加强监管，并积极主动地评估风险。现在很多银行都已经对虚假贷款材料展开调查。综上所述，房产市场的大戏还在明年，现金为王的时候到了。想买房的人一定要把钱揣好，耐心等待有史以来最好的买房时机。以上就是今天我要给大家分享的内容，谢谢观看，再见。